但这场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了现在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调，其实引发了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对抗。好，那也就是中日之间现在真的在交恶当中哦，尤其解放军现在也发影片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说枪已上膛哦，膛剑已出鞘，时刻准备打胜仗。好，中国海事局说18号到25号的每日8时至18时，黄海南部的部分海域要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哦，所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战争也是交战的氛围，虽然可能不是实际上但是非常的明显跟显著。好，那当然也疑似中国的无人机靠近到这个与那国岛台湾之间的一个空域那这是日本防卫省自卫队所说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无人机好像疑似在这个地方来飞行，那为此这个航空自卫队战机也是紧急的升空来进行应对。好，但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也用一些过去的一些文件来跟日本这边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呢，像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就讲说这日本首相早前涉台的错误言论中方已经多次的阐明严正的立场。那有关于言论严重违背了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那从根本上是损害了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好，但问题是现在日本竟然还有向日方来提抗议好，我们看到这是报道所说，16号上午10点15分，4艘中国海警船只驶入钓鱼岛周边的海域，那在11点45分驶出，但是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他还是有透过外交渠道来跟中方严正的抗议。这件事情登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第1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国人觉得说，这个日方已经做错事情了，现在还敢跟我们叫嚣好，那当然美国期刊《外交政策》指出不排除再次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可能性确实现在两国之间的情绪非常的澎湃那当然还要看后续的情况怎么样来演变。但问题是还出现了一个案外案，也就是冲绳的问题也浮上了台面。好，我们先看到的是中国的常驻联合副代表孙磊，好，他也批评了日本。那这句话其实说让日本破大防，我们来听听他到底怎么说的。中方敦促日本正视2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犯下严重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停止对冲绳人等原住民的偏见。好，现在看起来中方也希望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当然就是看到是冲绳的问题。好，也就是冲绳琉球这边属于日本吗？联合国至今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就是对2战战后秩序做出安排的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都明确指出，日本的领土就仅限在北海道、本州、4国9州、4座大岛跟周边的小岛，都没有提到琉球。好，那琉球其实在2战之后就是给这个美国来托管。那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第3条就有确立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但是没有明确的主权归属。那后来是在1971年美日他们私下签了这个冲绳返还的协定，才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但是这个主权归还还是悬而未决。那联合国到现在都没有承认日本对于琉球的主权。好，所以这当然也是中国大陆对日本打的一张牌，那就希望用这个主权未定的部分来攻击这个日方。好，那高市早苗也同时得罪了4个国家第一个当然就是中国，我们看到多部门接连的严正交涉，解放军官方账号更是发布日文警告，必遭迎头痛击。好，那南韩的部分则是总统府最新也宣布统一南韩官方对于东北亚3国的表述顺序中国是先于日本。那俄罗斯这边则是直指
奉行复仇主义跟修正主义的政策，批评日本牺牲自身的利益迎合美国。那朝鲜则是痛斥日本说是千年宿敌，拒绝其所谓的会晤提议。所以高市早苗上任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现在周边的4个国家同时都得罪光了。好，那高市风波现在美国这边的态度呢，看起来川普也是蛮投机的现在这个池田清彦说如果高市你再不道歉，其实事情就会越来越糟因为事情演变的状况可能会更大。好，那这日本的前防相则说高市未依循历任首相的战略模糊，不应该亮出这个有事的底牌所以很多日本的国内对于高市的这番言论其实就觉得是引火上身。好，那日本驻中使馆呢也发布了安全对策提醒日籍公民在中国你要注意安全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可疑人物，那要结伴同行，确保自身的安全。好，那美国是不是真的不挺高市早苗呢？我们前几次的这个话题也有讲到说，这个日本岩国有个提丰的中程飞弹系统结果发现说他们悄悄的撤走了9月在驻日美军岩国基地部署的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丰现在已经从岩国市撤走了，这是不是就代表是一个美国不挺的讯号呢？好，我们还是回到了一开始讲到了中日之间的交恶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用武力来警告日本。先问邱毅委员。依照日本共同社的民调，高市现在的民意的支持度仍然高到 48.8%， 在一个高水平以上，所以高市觉得有恃无恐但是问题是高市在日本的国会里面回答在野党议员的时候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所以要出动自卫队来进行集体自卫权。他到底是失言还是刻意？你看看有一张漏网的画面，当高市讲到这段话的时候，坐在高市后面的外务大臣就是外长茂木敏充，那时候吓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跌下来，代表他事前不知道高市会突发狂语。但是高市为什么我判断他是刻意的？因为在内阁会议，也就是在讲这段话之前的内阁会议，高市已经正式提出来要修改无核三原则，要跟美国买所谓的战略核潜艇，那日本就能够拥有核武器啦。因为无核三原则是说日本不能有、不能制造、不能拥有、不能引进核武器。这是1967年日本的首相佐藤荣作的时候定下的无核三原则。即使在2022年岸田文雄要去修改安保法的时候，都不敢动这个东西。但是高市现在想改。川普到日本去做国事访问的时候，高市就当面跟他提出来，要跟美国买战略核潜艇，但是要买这个战略核潜艇，先要改掉你的无核三原则。所以很明显的，高市不是失言，不是失误，他根本就是刻意为之。为什么高市要刻意为之呢？高市是所谓的极右翼狂热分子，他基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嘛。所以高市基本上他就希望挑起中日的纷争，鼓动民粹，好作为他要修宪扩军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吧，也可以顺势把无核三原则把它给改掉。所以今天这一场中日的纷争，我必须把这个源头说清楚，这是高市惹的祸。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最信任高市把他捧上首长之位的麻生太郎到现在没有出来讲话。日本有3个首相，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还有刚刚被逼退的石破茂，都出来批评高市。
尤其鸠山讲得多难听啊！鸠山说啊，你这只小狗啊，小狗最会叫，但是叫了半天还是小狗。你想想看哦，鸠山是前首相，他去讲现任的首相是只小狗，这个在日本也是史无前例的，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心里头有多气。当记者到白宫去问川普的时候，川普也不想回答，顾左右而言他，而且对日本还稍有维持。为什么？因为高市的说法是依照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日本要动用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要经过美国同意的，是美国出兵，然后跟日本要求，日本再接着在美国之后做后勤补给。可是高市在提到这个东西之前，有没有跟美国商量过？没有。所以刚才主持人非常的敏锐，就提到了延国基地里面那个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把它撤掉了。为什么？大家不要相信美国驻日本大使葛拉斯讲那些屁话，他不了解状况。真正的状况眼见为实，延国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为什么被撤掉？就是白宫也不高兴了，是他用动作直接来传达讯号。好，将军，我觉得延国的这个提丰系统撤掉，不是美国不挺日本，而是美国不敢挺日本。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大家记不记得在拜登当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他3不5时，这个美国所谓的在台海之间战略模糊的这种政策，他有时候会失言的，讲出说美军要来协助台湾。那你看到后面那群白宫人有多着急啊，马上急着帮他灭我，帮他解释，这是第一个哈。我讲了这是然后现在来讲的话，所以提丰系统撤掉，代表说美国很清楚这个在第一岛链这边的这个中美双方的军事实力。我讲第二个例子，代表美国不敢挺哈。你知道这次在黄海演习，其实在2023年9月13号的时候，美军的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在这边也举行过，韩国一起举行过这个联合演习。你知道举行了几天吗？我跟你讲，总共从头到尾这个只有5个小时就结束，就撤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警告他说，你要在这边给我演习来讲的话，那以后我们走着瞧，看着办。所以美国5个小时草草收场。但是同样一个地域海域的演习，中国这次原来是说只有3天，17号到19号，昨天开始到后天到明天，但是没想到现在居然给你加码，从17号到19号连续8天这代表说中国这个，我们如果说用时间来比喻来讲的话，你就知道那就是5个小时对8天的军事实力。那我相信这个高市来讲的话，他刚当首相，他是不是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有这个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连美国在这个地方都不敢跟中共来讲话做军事上的对抗，那你日本你凭什么在那边敢吹这个牛？如果说这个中日两国真的开战，我跟你讲，以两国的实力来讲的话，在第一岛链这边那就是大人打小孩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个来讲的话，你这个日本居然产经新闻放话说是要集成福建舰，但是你日本来讲的话，还没有集成福建舰之前，你那2艘2栖攻击舰，就是出云号跟加号，一定就被先击灭掉。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那两艘的这个2栖攻击舰上面的飞机叫 F-35B， 作战半径只有900公里左右那解放军上面如果说是他现在放飞的，如果说是这个攻击21那款作战半径有到2000公里，就是我打到你之前你还打不到我。那如果说双方中国跟日本的导弹来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日本现在能够对中国大陆本土做攻击的导弹，我们认为说假设就是这个严守了这提丰系统的战斧巡弋导弹，要2500公里，可是射程可是它的速度也不过是次音速。但是中国每一款的导弹，我们在93看到阅兵的每一款导弹，不管是东风系列或者是鹰击系列，它动辄射程作战半径都是达到2000公里之上，那速度都是4-5马赫，甚至于超高音速。
所以从这个数据上面，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我觉得这个在第一岛链之内，这个高市真的是不太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居然敢在这边放这种话，连美国都不敢在这边招惹中国。那你自己在这边真的是应了一句话，自己往枪口上面跳，自寻死路。好，有一种引火上身、飞蛾扑火的感觉。袁教授，我讲一下哈，高市长苗讲这个话，台湾有事，日本有丧事啊，非常明显了，因为我就是93阅兵的见证人啊，我跟你讲，在目前为止对大陆来讲的话呢，情况这几天我人在大陆的时候，没有别的消息。我有一个情况非常特殊外交部里面从这个大阪的这个总领事开始薛健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双剑齐发国防部里面所有的发言人全部讲话，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直接的，就是迎头痛击马上开战。我跟你讲另外的话呢，连国台办里面的那个陈冰华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件事情说句良心话，我们台湾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打台独对不对？日本的话可能要全国办丧事。我分成5点来讲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市早苗所惹出来的祸有多大。首先呢，第一点的话呢，这个人高市早苗完全没有历史对于日本人的话呢，我跟你讲大陆人的仇恨，因为我们在台湾根本不了解大陆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简直就是到了没办法。我跟你讲因为就刚刚拍了南京照相馆，又93阅兵，又是福建人入列，又是四川舰入列，是海事这个人事情的话呢，就说大陆所有的武器当中对于要使用这个武器都有一点迟疑，但对打日本人的话呢，就是你要了解，我刚刚讲了什么外交单位国防单位什么的，他们都是自己在第一时间，而且的话最重要的是请那个也不是说请了，就是叫做奉侍叫这个日本的那个驻华大使来的话，凌晨1点半最高层都开始了，火大极了那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也要了解，你看到没有？有这张照片在那个韩国的时候，你看到没有？那个习主席跟那个高市早苗充满了善意他们在韩国见面的，见面之后来了这一招，那还得了？那日本不办丧事，要办什么事对不对？那个时间上来讲的话呢，地点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是所有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刚刚那个一轮在讲的时候，那个中国、朝鲜、俄国什么对日本都突然讨厌起来，你以为是偶然吗？那当然是一种外交实力的展现了，对不对？那物件的话呢，更不要讲别的说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我现在我大胆的做个预言让大家感觉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日本会认怂，日本会收回这句话，高市早苗会提早下台。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在大陆没有办法交代的，真的是不可能交代。我顺便要补最后一句话，我们台湾跟着倒霉原来这个事情是没有到这么危险，现在台湾跟着要倒霉的你要想一下对中日的情绪确实是比较难解因为有点国仇家恨所以看看这高市早苗是下台之后，不然可能会没完没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当我们听到美国总统川普提到台湾的时候，下意识就会知道没什么好事。果然，我们来听听看他最近又点到台湾了说抢走了晶片生意说很丢脸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的。Like for instance, if you're going to be making chips, we don't make chips too much here anymore, but we are going to be in a period of a year. We're going to have a big portion of the chip market. But we have to train our people how to make chips because we didn't do it. We used to do it, and then foolishly we lost that business to Taiwan. Very, very foolishly, because if they had a president that it's so disgraceful. The good news is it's all coming back. Yeah, please.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pay the tariffs, because the tariffs will be very steep if they don't come back, and they've committed to come back. 好，真的是我们抢走了晶片生意吗？当初可是美国没有人要做晶片生意不过现在美国确实在做晶片制造上面也是问题很多好，那我们看到他还要特别讲说，哎呀，如果没有关税的话，美国早就完蛋了，还是持续的在捧自己的关税政策。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马斯克还是有抱怨台积电真的说无法满足他2000亿颗的晶片厂梦想好，我们来看到他是说特斯拉每年都需要高达1亿至2000亿颗的人工智慧晶片。
好，所以他点名到台积电和是三星的供应商都满足他的需求，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来新建大型的晶片工厂，但是他还是有被人呛说根本就是有点天方夜谭，要复制一个成功的案例没有那么简单好吗？好，那当然要看到 AI 排挤的效应发挥哦，中芯这边也示警说有记忆体荒，说这晶片制造商跟分析师就警告说记忆体短缺可能在明年冲击消费电子跟汽车产业，那业者们优先供应 AI 伺服器所需要的高阶记忆体，导致消费性的电子用产能遭到排挤，那部分的晶片价格哦，比起9月暴涨了60%。那中芯国际的执行长赵海军则说，客户应该很担心说这个记忆体供应不足，连带会暂缓一些其他类型晶片的订单。所以呢，大家都不敢在明年第一季下太多的订单，或是出货太多，因为都不知道晶片接下来能供应多少手机、汽车跟其他的产品。好，那也看到部分的记忆体库存不到3周，那三星跟美光哦，现在也都纷纷涨价，说要喊涨50%的比例哦，所以现在呢，在这个晶片上面哦，确实这个供不如需啊，所以哦，这当然就是涨价了。好，那是不是臣服美国关税了呢？这个就是印度啊，我们看到印度哦，之前跟美国这个关税讲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就后来现在看起来印度稍稍有退让了吗？因为说这印度跟美国要签署22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采购协议。好，那这是印度的国营石油公司，这是第一次哦，跟美国来签署为期1年的液化石油气长期进口合约。那从2026年合约的年度开始，每年将从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进口大约是220万吨的 LPG， 那约占印度年度 LPG 总进口的10%。好，但我们也要看到啊，除了印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哦，跟美国算是关税有谈降到一个程度了，就是瑞士。好，之前原本是39%，后来降到15%。好，那也看到他们其实呢，就是靠着企业领袖来游说哦，来降低他们的关税。但是瑞士的绿党认为哦，说这个是投降的协议啊，质疑企业主管参与哦，政府是以值得怀疑的方法跟黄金礼物换得的协议。那绿党党魁甚至也说，这个瑞士的经济精英跟联邦委员会都向川普低头，那消费者跟农民哦，恐怕就会付出代价。但是瑞士这边的官方则是否认哦，说我们没有向川普投降，那也动员企业领袖的做法来进行辩证。那瑞士金长哦，则是认为我们没有把灵魂卖给魔鬼。好，光是一个这个关税哦，在瑞士这么和平的国家哦，都能够搞成这么纷乱。好，那美国的关税哦，重击了日本第3季的经济哦，呈现了负成长，也就是他们季减年率达到了1.8%，创下了6季以来首次的萎缩记录。那也看到德国这边哦，也非常跟中国这边有一些交谈。那因为我们看到是德国的副总理克林拜尔哦，在昨天也到了北京，跟这个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进行这个中德高级别的财经对话。然后双方后来也发了联合声明，有27点的共识都达成了。那德国的副总理哦，也特别讲到说，双方哦必须就一些关键的原材料的供应以及产能过剩的削减等问题来进行对话。那何立峰哦则认为说，要坚信贸易冲突可以透过对话跟协商来获得解决。但是德国的媒体哦认为说，这个克林拜尔的中国行哦看起来会对这个德国的黑红联合政府的首位部长来作为访问中国是一条危险的外交钢索。他说，这行会对这个执政联盟对华战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过，另外柏林晨报也说啊，其实哦，解决在华依赖问题之前哦，其实任何跟北京的对话都难以达成一个实质的意义。好，那彭博则认为哦，德气现在在中国一个短期利润哦，其实会换来的是长期的政经压力。好，那我们就要反观啊，中国大陆其实在欧洲的像比亚迪，他们的这个公司目标到2025年底哦，其实要有1000个销售点，结果在其1年之后，这个数字哦是翻倍的啊，他们的销量哦也是比同期去年成长的是超过2倍。
所以在欧洲车市的情况发现哦，德国2025年的10月，中国品牌是将近了8000台。那你看这个月销量跟月同比哦，月同比的比例非常夸张，是866.3%哦。所以哦，大家看起来哦，现在中国大陆的车在欧洲非常的热，也非常的夯。好，我们还是看回一开始的美国总统川普哦，讲到台湾就没什么好事。邱毅委员，川普，你真的是宾州华顿商学院毕业的吗？我真的怀疑，你有真的念书吗？你知道晶片的生产为什么它的供应链管理会使得后来台湾跟韩国在晶片的生产、加工、制造上面，它能够崛起？为什么安智半导体它的生产在荷兰，它的封测是在大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叫做依照市场机制全球产业分工嘛。全球产业分工依什么原则？依照比较利益原则，让你的效率最高，让你的成本最低。好，那你现在川普说，这都是被你们偷走的，所以要用关税做武器，让晶片的生产回流到美国，可能吗？你做得到吗？你若做了，用强制的反市场机制的做法，到最后你反而伤害了美国的经济，你反而使这一个产业到最后因你而衰退嘛。好，第二个问题，电视墙第二个问题，你臣服于川普的关税战、贸易战，你会有什么下场？你会有什么下场？让我得提醒赖清德了。现在啊，美国的最高法院9个法官正在做争辩，准备最后在几周之后就会裁定结果。中间很重要哦，因为川普的做法是以关税作为武器，然后逼迫这些国家同意在美国大幅度投资、大金额采购。如果你做到投资与采购，我就让你的对等关税往下降。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我们发现出问题了。台湾还没有签哦，所以我才说我要讲给赖清德跟郑丽君听。你如果最后川普最高法院判他败诉，那他关税的部分要还，对不对？你如果已经签了，跟美国签了关税贸易协议，那我告诉你，你在美国投资的4000亿美元是不能退的。你在美国采购的2000亿美元也是不能退的，但是你的关税很可能可以退。所以我问你，你的亏吃大了。这也就是中国大陆在面对美国谈判的时候，为什么走一个字叫拖字诀？他知道嘛，未来的状况有很多变化嘛。福士德不要把他的灵魂整个跟魔鬼交易，你把整个灵魂跟魔鬼交易，等到魔鬼已经死掉的时候，你的灵魂也没有了。好，看来赖政府无法拖哦。这个苑教授，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川普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首先的话呢，大家要了解我讲良心话了，也不能够说是半导体或者说是芯片或者说是晶片是这个美国人发明的话呢，那么台湾跟韩国就是偷来的这个市场上的原则，成本的价格，说句良心话台积电里面几个老大哪个不是美国人？你点出来嘛哪个不是美国人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台积电的客户哪个不是美国人台积电的大股东哪个不是美国人？美国人没有变，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台积电？便宜嘛，就是成本考量嘛。这我说句良心话，你谈的是生意，你的川普现在搞的这个贸易流氓这一套，只有流氓才会收这种过路费收关税这种东西这是流氓，完全不按照成长来。其实说句良心话，听到川普讲这种话，我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川普这种搞法让美国基本上一点信誉都没有。但是我这边要强调2个国家总是比较特殊的。
首先这个我没有想到瑞士，我在欧洲住了很久啊。瑞士的话呢，一直是非常得意啊，号称全世界最有钱也最贵的国家，而且瑞士的产品的话呢，也是都是附加价值最高的。那居然的话出现这种争议啊，足以证明啊，川普这套流氓做法是可以欺负到很多人的。这个世界上，川普如果获胜了，那我们的伦理学不用教了啊，完全不用教了，讲道德都是屁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是强权里面才有力量。说这话的话呢，大家心里要了解这种感觉。那德国现在这边那个情况下，搞了个副总理来，前一阵子的话呢，德国外交部长要来之前还哼哼哈哈的，又讲到啊，在台湾这边有事的话呢，啊，德国不一定有事啊，但是德国绝对不答应，不答应你扯这么多干嘛？你根本不用来了。那么中德之间的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看清楚啊。首先，第一个，川普这个是贸易流氓啊！大家对于流氓的话，你容忍他，是因为他一时之间傻，可以欺骗他啊。刚刚邱委员讲的，川普自己都地位不稳啊。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这种贸易流氓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经得起长期的考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会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该有一点秩序啊。最起码的秩序就是你要做生意、贸易，就是要谈供给跟需求。就要谈成本啊，对啊，对不对？这还用问吗？又不是什么丛林期间哦，弱肉强食的，我们是有秩序的人类生活。将军，川普讲的没错，美国真的很可耻。但我讲的可耻不是川普自己说的，那时候晶片来讲，他美国没办法做，然后变成说是我们台湾来做，让美国人觉得说把这么重要一个这种先进的工艺，然后让台湾自己没做下去很丢脸。他现在更丢脸，更可耻。我讲的为什么呢？他真的在偷我们台积电的晶片。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当下哈，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经理叫做什么？叫罗维仁的，他居然把整个在他这个退休之前，借着他的职务，叫底下人把先进2奈米制程的所有的资料来跟他做简报，简报完以后，他带着这一叠资料，然后到美国去了，到哪里呢？到 Intel 的这种研发部门去继续任职。那试问一下。这是不是就说叫做100%的偷台积电的技术哈？但是很遗憾的，我没有台积电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正式公司出来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反应。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台积电这次已经是第2次了。上次什么时候是日本来偷大家还记不记得？是日本来偷日本偷完换美国偷。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这个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的富国神山。那是没有说好几代了，最起码这2代人，大家辛苦努力这个不管是奉献，包括台积电的基层的员工，他们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台湾的安全我们台湾主要收入有靠台积电，那现在居然这个美国真的好可耻，用偷的方式偷回到这个 Intel 去。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出面在这方面多做管制？不然的话，我们台湾总有一天真的被掏空，真的被偷光的。不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执政党制服吗？然后不但卖，而且还让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像日本偷完以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好像也没有出来表达抗议。我讲什么话？有样学样嘛。现在 Intel 来偷了嘛，那我看看台积电怎么办？我这个赖清德政府怎么跟国人一个交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最近非常积极的拉拢中东好，我们看到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现在是要访问白宫，就在18号，然后他也会跟川普来进行会谈那重点在加强石油跟安全合作，也要拓展商业、科技还有核能领域的交流。那这是2018年流亡记者哈绍吉遇害以来这个萨尔曼首次的访美，所以大家也认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突破。好，那川普希望沙国实现之前承诺的6000亿美元的投资，那沙烏地阿拉伯则是寻求安全保障还有 AI 核能技术的合作，各自都有各自想要的东西。好，那对中东的军售有一个重大调整，因为现在川普也说我们的 F-35可以卖给沙烏地阿拉伯。好，他说他们会这样做，也会出售 F-35战斗机，
机。那说沙烏地阿拉伯想要购买这些战机，那他们一定是伟大的盟友。好，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中东军售的重大转变呢？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呢，他们都卖给的是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要保持一个军事优势，那才能使以色列获得比同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先进的美国武器。所以 F-35就具备的是隐形技术嘛，能够躲避敌方的探测，那就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好，以色列拥有 F-35战机已经有将近10年，所以也组建了多个中队。那而且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这个战机的国家。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说这一次呢，在出售给沙烏地阿拉伯就是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因为就不再只有以色列有了嘛，好，沙烏地阿拉伯也有，所以就可能改变中东的这个标志军事平衡，也考验华府对于维护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好，那我们要看到是阿联酋航空，因为最近有个杜拜航展，所以真的是较劲很浓厚。我们看到阿联酋航空签下了一纸价值380亿美元的合约，那订购的是65架的波音777X。好，这个杜拜航空首日对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投下了信任票。好，那不止波音还有法国的 Airbus 空中巴士也获得杜拜航空的上百架的飞机订单也打破了波音的主导地位。好，那另外一方面，杜拜航空还是有跟波音来洽谈，那下的是比较小的数量订购大概是数十架的737 MAX 的飞机。好，那空巴预期在2044年中东的机队就会倍增，那到时候这宽体客机占中东整体需求的比例就会达到42%，为全球最高。那也反映了中东位居长程航线的一个枢纽地位。好，那不是只有美国有这个波音，法国有 Airbus， 其实中国大陆的商机也就是 C919 飞机也在杜拜这边杀进了杜拜航展。好，那当然空巴跟波音赶快发出声明说，有竞争都是好事啦。好，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的国产的 C909 飞机已经在中国大陆国内外的客户交付了170余架。那开通790的这个航线，那也在东南亚地区投入了航线营运。那 C919 呢，则是交付了26架，那开通的是30多条的航线。那 C929 的飞机研制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所以这个也是中国大陆目前非常急起直追的地方。好，但是我们要看到是菲律宾因为它是美国盟友，接下来当然是2026的东协主席国。那他们的外长呢是认为说，这就是个轮值主席国嘛，在这个期间希望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那东南亚国家跟中国对此已经逐渐形成了共识，但问题就在像是中方的轰炸机现在也在用编队巡航南海。环时就认为说，这个打击力绝对会更强那即便对手拥有大型的水面舰艇，也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而且难以逃脱饱和攻击。所以中方对于菲律宾还是有一些这个态势正在较劲当中。那小马可是则是被亲姐说，有吸毒那这个姐姐叫 Amy 啦她是说小马可是长期吸毒对于古柯碱的依赖导致他的治理出现了贪腐在内的问题。不过小马可是的发言人也是反应很激烈说这个老调重弹的指控被证实都是假的。所以现在在菲律宾，小马可是有一些要下台的声浪那菲律宾的总统府认为说，这只是一小撮人不足为奇。好，那我们来看到川普现在跟中东之间的关系，在重塑当中。邱毅委员，川普跟中东的关系很戏剧性，为什么？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沙特的王储小萨拉曼卷入了一个很有名的沙特的记者，也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担任专栏作家的卡舒吉事件。卡舒吉呢，跟沙特阿拉伯的王室一向不合，常常写文章去批评阿拉伯的王室。但是他后来想结婚，他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丁博尔的领事馆里面要去取证件，结果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了。后来证实了他在里面被杀害了，而且尸体被肢解。这一个残忍的事件
轰动了全世界。当时候拜登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一直在骂这个小沙拉曼，骂他是凶手，骂他惨无人道。所以小沙拉曼呢，在拜登担任总统以后，对美国就非常的冷淡。而这一个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关系出现了裂痕以后，那是中国大陆最好的机会。所以中国大陆就跟小沙拉曼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互动。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向沙特阿拉伯买石油，有一半是以本币支付，是以人民币支付。这一点也使得中国的人民币在整个国际支付里面的比重大幅度的提高。可是现在川普上来啦，所以他跟小沙拉曼过去的恩怨就解除了，因为小沙拉曼恨的是拜登，川普讨厌的也是拜登，所以两个讨厌的都是同一个人，所以就和解了。所以他现在要跟小沙拉曼要当时候答应他第一次进白宫做总统的时候，他当时的6000亿美元的投资额。好，我最后讲一点菲律宾的情况菲律宾是下个年度东盟的联席的轮值主席现在是安华，马来西亚的安华。可是你要知道刚才电视响里讲说，哎呀，菲律宾讲说一定要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我告诉你，南海行为准则的前身就是现在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从2002年到现在无法落实，就是因为菲律宾跟越南在搞鬼嘛。尤其菲律宾那时候搞鬼的叫艾奎诺，大家记得吧？他还曾经跟国际海洋法院提出仲裁案。好，那现在换成小马可仕又抱美国的大腿，你认为小马可仕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他会让南海行为准则通过吗？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大陆主导的，美国会让他过吗？一旦过了，美国就没有办法在南海横行了。好，袁教授，美国面对中东的态度，我必须要坦白讲中东人士对美国是非常反感的沙特阿拉伯他们基本上只有高层就是深信美国那宾拉登他不就是沙特阿拉伯人吗？对不对？那么反感透顶了。难道说大家真的以为阿拉伯人就是沙特阿拉伯做这个阿拉伯的头子麦加马蒂娜这个每天就是朝圣？他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中东保护的国家是毫不犹豫的是保护以色列你刚刚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中东国家前一阵子的话，花钱最多的是凯达美国就是默许以色列跑到凯达去炸那沙特现在买了 F-35。这不好意思讲有什么用差点讲有个屁用那么美国的话基本上一锁死，对不对？飞都飞不起来那我们现在要了解问题，为什么中东的情况，尤其是中东的大国沙特的话呢，必须要应对这种情况，因为川普要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赚钱不多用钱花钱买事情钱的事情还不一定小事，但对沙特来讲，钱的事情就是小事而且他们说要投资说要用什么的，他们反正底下挖出来一大堆油嘛，就是用来抵嘛，就是你可以发行债券嘛，就石油美元嘛。对于沙特来讲的话，他们以时间以这个要用这个时间来交换什么呢？交换他们要选择自己的国境的安全，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升高，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美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让他这个盟主都快干不下去了。以色列杀多少人以色列杀了6-7万人再加上一个小地方跟大安区一样围的一个紧紧张张的一个情况下，到现在战争都没有结束。以色列的无法无天让美国处境很尴尬，那沙特现在要配合这一点。我告诉大家一个大秘密了，就是其实讲起来的话，买飞机的话呢要平衡，没有人在国际关系上会做出比较难看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C919、C929 将来要发展的空间一定是会在中东，而且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能够做比较，这种传统市场来讲，尤其是客机的市场，原来我们客机都叫做 A 就是这个 Airbus。
，B 就叫波音，那 C 的话呢就是中国的 China， 对不对？C919是 C， 这个 A、B、C 三足鼎立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看这个机会，我再强调一遍，那个中东本身来讲，对于美国早就受够了，没有办法，他们非要依靠美国不可。好，将军。这次这个中国在南海为什么要用到轰6这种轰炸机、这种大武器来做战备警巡呢？以往来讲，它最多大部分都是用海警船而已哈，最多了不起，它就是用一个驱逐舰舰队而已。就这次居然是用轰6轰炸机，我想最主要是针对美国了，它倒不见得是针对菲律宾。菲律宾那几条小破船，其实这个大概用舰炮打一打就沉了。那这次是完全针对美国，大家知不知道？这次美菲日共同演习里面，美国出动的是什么？就是尼米兹航母战斗群哈。所以说中国来讲，你敢用尼米兹战斗群在这边，那我就用轰6。因为为什么要用轰6？轰6它上面带的这种，它飞机很大哈，它是轰炸机，所以它带的是鹰击12、鹰击21那种超高音速的对舰攻击导弹，那就是针对你美国来的哈，所以说大家要看得懂，到底这个演习为什么出动轰6，倒不是针对菲律宾，我觉得很明显的是针对日本跟美国这两个国家。那我们讲说沙特来讲的话，这是买 F-35，我觉得很明显的是被川普逼着买的，他自己本身应该不会很想要买这款战机。为什么？这个战机来讲的话，这个第一个，那以色列为什么那么好心？这个以色列来讲，以前都不准这个中东其他国家去买美国的飞机，尤其是 F-35，对以色列来讲，那个压力多大？但是美国一定跟以色列讲好，说你放心，这个飞机我卖给他，纯粹就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川普就是只为了钱嘛。那只要赚钱，那最好的东西，沙特又不缺，沙特什么都不缺，他就是钱多哈，他缺的就是一个面子，他面子就是要 F-35这种飞机拿来给他国防撑场面，那美国就卖给他，卖给他的飞机一定是阉割版或者是有后门版的飞机哈，就你只要一起飞，我大概都知道你所有飞经过的地方，甚至于你保养的期限、保养的时间哈，需要什么料件，需要什么这个工时哈，全部都在我掌握之下。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到现在为止 ，F-35战机都还有送回美国本土去保养，他们自己在外国没办法保养的。所以说命门整个掐在美国手上嘛，所以这次沙特曼去那里，我想说川普大概就是趁这个机会说我卖给你飞机，大家两个国家表面上面好像我买到飞机了，然后美国来讲的话，目的是真的扎扎实实是他赚到这笔钱。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意义就是说，代表说是沙特有机会跟以色列来讲走向一个所谓这个正常化的两个外交交往这也是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又在这个地方立下一个功劳为他明年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来讲的话，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讲的是真的，是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事情有没有效？我觉得沙特如果说真的有需要防空武器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跟中国买比较务实，因为中国来讲的话，飞机性能也不差这个防空导弹来讲的话，比照美国的爱国者3的这种导弹系统，然后它也不会关你后门。另外来讲，最重要它的武器系统，它的这种整体作战。还有后勤保养都源源不绝的会满足你沙特曼你沙特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次来讲表面上面当然看起来好像这个川普又下了一层然后感觉上面好像沙特曼买到 F-35，但是我们仔细去分析，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那当然包括飞机，如果说大飞机来讲的话，不管是 C919、909来讲的话。那当然，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要拿到欧美国家的所谓适航证，你才可以到这个欧美国家去飞嘛。但是现在909在东南亚地区来讲的话，大概都已经拿到适航证，也很多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也都包括柬埔寨包括到这个越南都已经买了909。当然919那是下一步，但是中国现在在发展的是929